习近平又发贺信了，这次是针对一场名为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的活动，由中宣部与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，蔡奇亲自出席，还强调习近平为世界文明发展指明方向。看起来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还在不断刷存在感，但红墙深处却悄悄在改写剧本。就在同一时间，北京突然松绑了对日本的海产禁令，这是一项与和污水相关、由习近平亲自定调的政策，现在却被悄悄放开。外界质疑，这还是习的决定吗？还是说真正说话算数的已经换人了？从李强主导经贸实权，到李干杰被调离组织部，再到传闻中的中顾委 2.0 设计，习近平那只指明方向的手似乎正在慢慢的被架空。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，7月10号下午，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京开幕，会议主题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，共促世界和平发展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贺信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。蔡奇提到，习近平专门发来贺信，显示他高度重视此次会议，为接下来的文明对话指明了方向。官媒报道称，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大会发来贺信，来自约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人士等600余人出席开幕式。指明方向似乎又成了习近平的专利。昨天，中共官媒在报道习近平出访山西的稿子里，也出现了指明方向和把脉指向的句子。今天指明方向再度出自蔡奇之口，好像有些不对劲儿，是捧高习近平呢，还是有弦外音？事实上，习近平那只指明方向的手近来有些失灵，有些让市场高兴或受其他国家欢迎的事，明显不是出自习近平本人。今年6月29号，中共突然松绑了日本海产禁令。对此，资深媒体人、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高级评论员中泽克二7月10号撰文指出，北京恢复日本海产进口的举措很难用常理解释，习近平的命令是全面禁止。中共当局在2023年8月以福岛第一核电厂和处理水排海当作借口，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海产。在封禁大约2年后，中共海关今年6月底宣布，将有条件恢复日本海产进口，对日本47都道府县中的37个地区的海产解除进口禁令，而来自福岛、宫城、茨城、千叶、新系、立木、埼玉、群马、长野和东京等10个都县的海产进口禁令继续保持。中泽克二认为，对日本海产进口禁令的松绑，也许不是习近平的意思，而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主意。这次部分解除禁令，可能是最近中南海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。重视环境是习近平大力提倡的政治口号，这让中共内部的环保派迅速崛起，成为习近平权力的一个有力支持者。他们非常喜欢迎合习近平。那时习近平权力稳固，大权在握，定于一尊。这样一来，大量在环保界混饭吃的官僚，出人意料的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被提拔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等关键职位。其中最耀眼的人物就是现年60岁的李干杰，他是习近平的亲信，曾在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学习物理，是环境和核安全专家。李干杰曾在国家核安全局担任要职，领导环境保护部及其后继的生态环境部。在山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后，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，直到今年4月。很多人认为，李干杰曾在公开或幕后都参与了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的决策。中泽克二指出，这并不是中共政府官员首次通过推行科学上站不住脚，却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害的政策来讨好习近平。全面进口禁令不只影响了严重依赖渔业的日本地方经济，也给依靠渔产品市场价格维持生计的家庭带来了痛苦，同样影响了吃惯了日本水产品的普通中国人。产自日本最北端北海道的扇贝受打击尤其严重，这是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渔业产品。然而，当时在中共权力圈崛起的环保派
完全无视这些食材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在实施全面禁令1年多后，北京首次出现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的实质性动作。去年9月，中共当局同意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恢复进口。这些条件包括派员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牵头的取样团，进行海水取样并开展安全检查。当时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解释说，北京将开始调整进口限制，并努力稳定恢复符合中国标准的日本渔业产品进口。中泽科尔认为，协议的签署时机在中南海的政治博弈中有着深刻含义。在去年夏天，中共20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共的政治局势开始出现幕后变化的迹象。由于中国经济困境的加剧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开始出现轻微松动的苗头。去年11月，中共军队内部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异常事件。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突然被停职。苗华作为习近平的亲信，被称为习的军中代理人。今年5月30号，在去年9月协议过去8个月后，日本首相石茂坡政府宣布，北京同意启动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的相关程序。这是中共的第2次实质性动作。6月29号晚间，中共海关总署网站宣布，有条件恢复部分日本地区水产品进口。中泽科尔认为，这次公告很不寻常，选在周日深夜发布，而且更加宽松的进口政策立即生效，这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从2024年9月到2025年5月的2次中日协议之间，环保派内部很可能发生了异常变化。目前的焦点则是李干杰的人事调整。今年4月，李干杰和石泰峰突然互换职务，石泰峰出任主管人事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，李干杰则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。这个部门在北京对台政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虽然2个职务都很重要，但在党内普遍认为，领导组织部的地位高于统战部。5月底，在李干杰被突然调离不到2个月后，北京就同意启动恢复日本渔业产品进口的程序。随后6月29号，中共海关总署正式宣布部分解除全面进口禁令，时间正好是在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前一天。这场会议被认为是2个多月来的首次中共政治局会议。从媒体报道来看，中共政治局自4月以来只举行过2次会议，分别是在4月25号和6月30号。中共高层可能因某些原因跳过了5月的会议。正是在最近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，中共决定制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。外界对中共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解释颇有不同，但大多数都倾向于这是为习近平安排退路而准备的中顾委 2.0。 也就是说，虽然习近平仍在各种场合挥动指引方向的那只手，可这充其量是现目前的挥手告别。他的权力已经被一些掌握实权的人物瓜分了。李强做事好像硬气了许多，可以决定一些让市场和老百姓高兴的事情，枪杆子大概率落到张又侠手上。有些一枪独大，想要枪指挥党了。这样看来，习近平那只到处舞动的手又能指挥多久呢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